2009年4月12日，美国班布里奇号驱逐舰舰尾，3名海豹6队的顶尖狙击手正全神贯注锁定一艘救生艇。救生艇里3名索马里海盗手持 AK-47，枪口紧贴着菲利普的背部，生死只在一线。但海盗们并不知道，30秒之后，他们将被海豹6队狙击手一枪毙命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胖兵。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2009年阿拉巴马号劫持事件。2009年春天，阿拉巴马号船长菲利普刚接收了一批接受过反海盗训练的船员，正打算带着大家好好吃一顿，因为再过几天他们又要再度出海。虽然这些船员早就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，但这次航线并不寻常，菲利普再谨慎都不算多余，因为这趟任务是替乌干达与索马里难民运送粮食，航线必须从吉布提一路航行到蒙巴萨，而这一段海域正是索马里海盗最猖獗的地方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菲利普才会要求船员反复进行反海盗训练。在餐厅的餐桌上，有船员忍不住抱怨，觉得这些训练根本派不上用场，反正又不是第一次经过那片海域，只是在浪费钱而已。菲利普反问大家，你们听过墨菲定律吗？凡是可能出问题的事，就一定会出问题。那你们觉得我们会不会遇上海盗？船员们觉得船长想的太多了，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这些，眼前的食物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只是当墨菲定律真的应验的那一刻，菲利普船长也说不清楚自己该感到庆幸还是悲哀。2009年4月8日清晨，船员们才刚结束一次反海盗演练，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多此一举，甚至还有人小声嘀咕，遇到索马里海盗还不如祈祷今天中个乐透比较实际。然而阿拉巴马号上突然响起的海盗警报立刻告诉他们，中乐透的几率恐怕还比较高。菲利普立刻举起望远镜，果然在货轮后方出现了2艘快艇。虽然一时还看不清船上的人员，但他的直觉很清楚，他们已经被盯上了。菲利普没有慌乱，反而冷静地拿起无线电，开始一场自导自演，假装正在联络美国海军，要求立刻派遣军舰支援。表面镇定的菲利普内心却是波涛汹涌，因为只有他知道，此刻的无线电根本不会有人回应。这一招确实奏效，其中一艘海盗快艇开始减速转向，但还没等船员松一口气，他们发现另一艘载着4人的小艇不但没有退走，反而全速逼近，眼看就要追上货轮。菲利普立刻下令开启高压水枪，并立刻通报，或者说通知了军方。当天，哈利伯顿号与班布里奇号驱逐舰随即奉命驶向索马里海域。但就算美军来得再快，也快不过海盗的快艇。虽然快艇一度承受不住高压水枪的冲击，但气急败坏的海盗还是直接掏出武器，朝着菲利普等人开火。所有人立刻弯腰闪避。菲利普心里很清楚，当虚张声势失效之后，面对手中有枪的海盗，他们几乎毫无优势。海盗登船恐怕只是时间问题。他立刻下达新的命令：麦克，还记得训练内容吗？带着大家进保安室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要出来。那你怎么办，船长？别想太多，快走！走之前把引擎关掉，电闸也一起切断。机轮长麦克立刻带着14名船员躲进狭窄的安保室。另一头，海盗也抓准水枪的空档，顺利爬上货轮。当他们登上剑桥，却发现只剩下寥寥几名船员。这么大一艘船，不可能只有这些人。为首的缪斯打量着眼前的人，很快判断菲利普就是船长。经过短暂交谈，缪斯才意识到他们劫持的竟是一艘美国货轮。要知道，这些索马里海盗是200多年来第一批感动美国船只的海盗。美国的军事实力让他们心头一震，但很快另一个念头压过恐惧，那就是钱。被金钱冲昏头脑的海盗立刻开出条件：1000万美元，给我们1000万，我们马上离开。菲利普看着缪斯脸上的笑容，看见了狡猾，看见了残忍，也看见了贪婪，唯独没有看到守信。就算真给了钱，恐怕只会死得更快，更何况他根本拿不出1000万。老大，这里有3万美元，这是整艘船上能找到的最大金额。
海盗们开始还有点兴奋，可翻遍整个剑桥，却再也找不到半毛钱。不可能只有这些，钱一定被藏起来了。在手下怂恿下，缪斯决定对整艘船展开搜查。当他们进入机舱，却发现这里一片漆黑，而麦克也早已见机行事。在收到菲利普暗中传来的信号后，潜伏在机舱内，静静等着海盗出现。缪斯仗着手中的 AK 有恃无恐，在黑暗中试图抓人，却没注意到管线后方一把匕首已经抵住他的要害。再动，我就杀了你！不准出声，把枪放下！不听话，我一样动手。缪斯立刻意识到自己中了计，但作为老练的海盗，他很快冷静下来，几乎没有反抗，就被麦克带上甲板。另一边，剩下的3名海盗搜寻无果，回到剑桥会合，却发现老大不见了。他们试图把船直接开走，却发现整艘货轮根本不受控制。该死！你们看甲板上，只见缪斯竟然被劫持了，真是偷鸡不成反倒赔了夫人。3名海盗只好押着菲利普下到甲板谈判，打算用船长交换老大，然后立刻撤离。他们心里很清楚，在这里已经拖得太久了，一旦美军军舰赶到，事情就麻烦了。但货轮开不走该怎么办？他们把主意打到了救生艇上，谈判地点很快移到救生艇旁，双方商量如何交换人质。麦克大喊：你们先放了船长，我就放你们老大。海盗明显不同意，直接把枪顶在菲利普背上，意思很简单，你先放。短暂沉默后，拉枪栓的声音响起，菲利普瞬间冷汗直流。麦克别无选择，只能松开缪斯，顺势推了他一把。缪斯背对船员，露出笑容，3步并作2步跳进救生艇。菲利普正要回到货轮，缪斯却突然抢过同伴手中的 AK， 再次顶住他的背。进去！菲利普被硬拖进救生艇。麦克咬紧牙关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海盗带走他们的船长。但没过多久，美国海军终于抵达现场。4月9日，班布里奇号与哈利伯顿号很快锁定了阿拉巴马号的救生艇位置。因为菲利普仍在艇上，美军与海盗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而危险的对峙平衡。救生艇本身配有基本食物与饮用水，海军并不担心菲利普会短时间内饿死。哈利伯顿号起飞了2架海鹰直升机，全程监控救生艇，同时可以保持在海盗射程之外。空中还有1架猎户座海上巡逻机，不断进行侦察与拍照。只要海盗稍有动作，美军就能立刻反应。海盗的打算很简单，只要靠救生艇登上索马里海岸，美军就拿他们没辙。但问题是，他们根本不会操作救生艇。不到1天多，艇况就明显恶化，几乎完全失去动力。这下救生艇彻底成了漂在海上的浮萍，想去哪儿全看潮汐与浪向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菲利普依然没有放弃求生。大约在4月10日晚上10点多，一名海盗趁着小便的空档出来透气。菲利普看到舱门敞开，几乎是本能反应，一个箭步冲出救生艇，吓得一旁的海盗当场愣住。菲利普根本顾不上这些，直接跳进海里，拼命朝远处的美军游去。但艇内的海盗立刻追了出来，对着海中的菲利普直接开火。空中的海鹰瞬间锁定现场，但菲利普离海盗实在太近，为了避免误击，直升机无法射击。菲利普没游多远，就只能举手投降。缪斯怒吼：“给我回来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！”菲利普别无选择，再度被拖回救生艇。舱门一关，缪斯当场将他打晕。接下来迎接他的是殴打与折磨。事态不断在继续恶化，美军向救生艇抛出一部双向无线电话，试图展开谈判。但缪斯根本不信任美国人，他担心菲利普会用电话偷偷联络美军，干脆一把把电话丢进海里。不过开条件这件事他倒没忘。缪斯站到舱门口，朝空中开枪，引起美军注意。当舰艇灯光锁定他之后，他开出了条件：我要1000万美金，还要把我们拖回索马里，不然……后面的话美军没有问，他们很清楚那会是什么结局。不久后，一条缆绳套上了救生艇，美军军舰开始缓缓拖行，朝索马里方向移动。他们心里很清楚，这件事必须在靠岸前解决，否则菲利普必死无疑。数小时后，2栖突击舰全狮号也奉命前往，在非洲之角外海待命。
4月11日，事件惊动了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，他下达指示，务必要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。如果海盗威胁到人质，立刻击毙。命令下达后，海豹6队最精锐的4名狙击手立刻启程飞往索马里海域。缪斯依旧不信任美军，他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筹码，于是再次站上停手，用枪声与美军取得联系。他表示愿意谈，但条件是要一部卫星电话。几分钟后，电话真的交到他手中。与此同时，哈利伯顿号上情报人员开始完整记录整个过程。几乎同一时间，阿拉巴马号在美军护航下安全抵达肯亚蒙巴萨港，船员全数平安。不过，联邦调查局随即扣留船只作为犯罪现场。缪斯再度狮子大开口，要求美军护送他们安全抵达索马里，1000万美元1分都不能少。释放菲利普要等上岸再说。这样的条件，美军不可能接受，谈判宣告破裂。但缪斯看起来并不意外，他甚至透过卫星电话对路透社记者表示：“我们很安全，不怕美国人。如果遭到攻击，我们会自我防卫。”局势一步步滑向无法回头的深渊。菲利普的性命依旧毫无保障。4月12日，海象转坏，风浪明显加大，失去动力的救生艇让艇内海盗苦不堪言。但缪斯此刻并不在艇上，他再次向美军喊话，表示愿意就赎金问题再谈一谈。美军顺势将计就计，把缪斯接上班布里奇号进行谈判。也许是过于自信，缪斯完全没有注意到舰尾早已就位的海豹6队狙击手。卡斯特拉诺作为观察员兼临时指挥，已获得授权，一旦判断菲利普生命遭到直接威胁，即可开火。海上狙击远比陆地困难，浪涌让目标与射手都难以稳定，加上双方位于不同船只，相对运动更增加难度。于是美军采取了极为聪明的办法，他们将救生艇拖入驱逐舰尾流，制造相对稳定状态，成功解决颠簸问题。当晚7点左右，缪斯仍在与谈判专家周旋，他的手下还在救生艇内对菲利普耀武扬威，完全没意识到死神已经就位。班布里奇号舰尾3名海豹狙击手开始调整呼吸，等待命令。7点19分，救生艇舱门再次打开，2名海盗似乎出了小便，看守菲利普的海盗在瞬间与他拉开距离，头部正好贴在舱窗上，这是完美的射击窗口。卡斯特拉诺盯着监视器，低声下令开火。时间仿佛凝结，砰的一声，子弹穿过舱窗，精准命中目标，当场击毙。0.001秒后，又是砰砰2声，2名海盗倒进大海。他们恐怕从没想过在美国上厕所代价会这么高。班布里奇号的一间舱室内，谈判专家按下耳机，脸上的凝重瞬间消失。他看着缪斯微笑着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停顿几秒后补上一句：“下地狱吧。”随即转头对士兵下令：“铐上他，任务结束。”缪斯被押到甲板，看见已经获救的菲利普。这位船长虽然狼狈，但命运已然翻页。最终4名海盗中3人当场击毙，缪斯被判刑33年。营救行动全面成功，无人质损失。至此，这起索马里海盗劫持美国船只事件正式落幕。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，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